参宿四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定时炸弹，它位于猎户座猎人的肩膀上。这颗巨大的红色恒星闪烁着独特的红色光芒，它是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最大和最亮的恒星之一。但参宿四不仅令人惊叹，它还正处于死亡倒计时阶段。在2019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这颗恒星突然大幅变暗，引起了全球天文学家的关注。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变化，许多人推测它即将爆炸成超新星，在数周内照亮我们的天空。然而2020年初，参宿四的亮度逐渐回升，恢复到了正常状态。但这一事件引发的疑问远比答案更多。它为何会出现如此剧烈的亮度衰减？为何它的亮度始终不稳定？是否有其他物质在干扰它发出的光？数年后的今天，天文学家终于找到了这一谜题的缺失拼图。他们发现参宿四身边还锁定着另一颗恒星，两颗星处于近距离的命运轨道上。这一发现证实了早在1个多世纪前就提出的假说，这项突破性成果将彻底重塑我们对参宿四的认知。那么天文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这颗红超巨星参宿四的隐秘伴星的呢？为什么它这么长时间一直隐藏着，即使是我们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也看不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当参宿四最终爆发成超新星时，这颗微小的伴星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参宿四伴星的发现过程相当有意思，这一切都要从2019年的大变暗事件说起。在短短几周内，参宿四的亮度降到了平时亮度的 35%。 天文学家后来发现，亮度下降并非由恒星内部的变化引起，而是参宿四喷射出了一团巨大的气体云。这些气体冷却后凝结成尘埃，然后漂浮在恒星前方，阻挡了部分从地球视角看到的它的光线。不久后，参宿四的亮度恢复正常，但大变暗事件将天文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参宿四的一个一直困扰他们的神秘之处——它的脉动周期。参宿四就像一个有节奏的呼吸者，会发生脉动，其外层大气会像慢动作的心跳一样有规律的膨胀和收缩。但有意思的是，它的节奏不止一种，而是多种周期相互叠加。第一种是主脉动周期，大约每400天，这颗恒星就会缓慢地膨胀和收缩一次，这是由于其外层大气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导致亮度随时间产生轻微波动。但还有一个更慢也更令人困惑的周期，大约每6年，参宿四的亮度会再次逐渐升降，只是变化幅度更为平缓。尽管天文学家观测了数十年，却始终无法确定这一长周期脉动的成因。不仅参宿四的亮度发生了变化，它的运动状态也出现了异常。天文学家注意到其径向速度发生了改变。什么是径向速度呢？径向速度指的是恒星沿我们的视线方向朝向或远离地球移动的速度。你可以这样理解，想象你看着一辆汽车径直朝向你的相机驶来，然后又驶离，这种前后运动就是径向速度所测量的对象，不包括横向运动，仅指相对于我们视角的前后运动。天文学家通过多普勒平移现象来探测这种运动。当恒星朝向地球移动时，其光波会被压缩，光线会略微向光谱的蓝端偏移；当恒星远离地球时，光波会被拉伸，光线则向光谱的红端偏移。通过精确测量恒星光线随时间的偏移情况，科学家就能计算出它沿视线方向的移动速度。但关键在于，如果一颗恒星的径向速度呈现出规律的周期性变化，通常意味着有物体在围绕它运行，比如行星或另一颗恒星。这背后的原理是引力作用。当一颗恒星拥有伴星时，两者并非各自独立运行，而是围绕一个共同的质性旋转。在这种轨道舞蹈中，恒星会被轻微地拉向地球，再拉离地球，其光线也会随之有节奏地在蓝移和红移之间切换。参宿四恰好呈现出了这种规律。天文学家梳理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数据，既分析了现代的径向速度测量结果，也研究了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历史光谱底片。结果令人震惊，他们发现了一个稳定的周期性模式。参宿四的径向速度以约2100天即 5.78 年为周期，呈现出平滑的波形波动。这一发现成为了研究的转折点，科学家首次获得了强有力的长期证据，证明参宿四存在2种相关联的现象，其亮度和径向速度都以约6年为周期发生变化。这种同步性不太可能是巧合，它强烈暗示有一个物体在围绕参宿四运行，并通过引力拖拽影响着参宿四的运动和亮度。随着这一发现，双星理论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证据越来越充分，天文学家也更加确信这颗伴星一定存在。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是否存在，而是何时能真正观测到它。与此同时，另一支研究团队从不同角度探索了这个谜题，他们的发现指向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
这颗疑似伴星可能会偶尔穿过参宿四膨胀的外层大气，当它穿过这一区域时，可能会扰动周围的气体和尘埃，导致到达地球的光线出现波动。但仍有一个关键问题未解，没有人真正观测到这颗伴星，即便动用哈勃空间望远镜、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等最强大的观测设备扫描参宿四周边区域，也一无所获。这指向两种可能性：要么这颗伴星极其暗淡，要么它的轨道距离参宿四极近，仅几个天文单位，完全淹没在参宿四的强光中。换句话说，如果它真的存在，那它一直就明晃晃地隐藏着，被这颗垂死红超巨星的光芒和混乱环境所遮蔽。但事情也有转机，尽管尚未观测到伴星，但新建立的模型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预测。他们计算出了伴星最容易被观测到的时间和位置。根据模型结果，这颗伴星预计将在2024年末到达与参宿四的最大角分离，这意味着在那时，它在天空中看起来离参宿四最远，使它更容易从参宿四压倒性的光芒中区分出来。模型不止于此，他们还估计了伴星可能有多亮，以及它相对于参宿四的确切位置。掌握了这些信息，天文学家迎来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一个短暂且时机恰好的窗口，来尝试捕捉这颗长期隐身的伴星的直接影像。终于，这一刻来了，由史蒂夫·爵豪厄尔博士领导的团队准备验证这一预测。2024年12月9日，位于夏威夷的北双子座望远镜将观测目标对准了参宿四。该望远镜上搭载了一台名为 Elui 的强大仪器，这是一台高速相机，专门用于捕捉普通望远镜无法分辨的精细细节，尤其是当观测受到地球大气扰动而模糊时。当团队在2024年12月观测参宿四时，他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在距离参宿四盘面中心仅 0.05 角秒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这一距离换算成实际距离约为4个天文单位，大致相当于太阳与木星之间的距离。这个天体的亮度比参宿四低6个星等，暗淡到在早期的影像，包括2020年拍摄的照片中完全无法被观测到。但在2024年12月，它终于出现了，而且恰好出现在天文学家根据轨道模型预测的伴星位置上。尽管这次探测到的信号十分微弱，刚好处于仪器的探测极限，但所有细节都与预测高度吻合。该天体的位置、出现时间和亮度几乎完全符合预期。但团队如何确定这个暗淡的天体不是一颗遥远的背景恒星，或是恰好在合适时间出现在参宿四后方的无关天体呢？这是研究人员必须解答的关键问题之一。为了验证，他们将该天体相对于参宿四的位置与背景恒星应有的位置进行了对比。参宿四的自行已经被精确测量，且数值较大，也就是说，它在天空中的位置会随时间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如果这个暗淡天体是一颗遥远的背景恒星，那么随着参宿四的移动，它的位置在多年间应该会出现偏移。为了验证这一点，团队查阅了北双子座望远镜2020年拍摄的存档影像。如果该天体是背景恒星，那么在2020年的影像中，它应该出现在另一个位置，但事实是在背景天体应有的位置上没有任何踪迹。更重要的是，2024年观测到的这个暗淡天体恰好位于模型预测的位置上，而该位置是基于参宿46年镜向速度周期推算出的引力束缚伴星应在的轨道位置。这颗暗淡伴星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这个著名恒星系统结构与演化的新窗口。根据其亮度，天文学家估算出这颗伴星的质量为太阳的1至 1.5 倍。有意思的是，它可能是一颗前主序星，这意味着它仍处于恒星演化的早期阶段，尚未开始稳定的氢聚变。这一推测与两颗恒星可能源自同一分子云坍缩的观点相符，但它们的生命轨迹却截然不同。参宿四最初的质量是太阳的15至20倍，演化速度极快。大质量恒星的特点是活得快，死得早。如今的参宿四已临近生命终点，膨胀成一颗红超巨星，处于坍缩边缘。与之相反，它的伴星质量小得多，才刚刚起步，仍在缓慢为进入漫长稳定的主序星阶段做准备。这是一幅极具反差的画面，一颗恒星在奔向死亡，另一颗则在为漫长的生命做准备。为了纪念这对独特的恒星组合，天文学家为这颗伴星提议了一个名字——希沃哈。这个名字源自阿拉伯语，意为他的手镯，十分贴切。参宿四的名称本身就源自阿拉伯语，意为猎户座之手。由于希沃哈的轨道距离参宿四极近，这个名字完美体现了它与参宿四的紧密关系。它不是遥远的伙伴，而是被紧紧握住的存在，像手镯一样围绕着这颗逐渐暗淡的恒星旋转。然而，尽管伴星的发现令人兴奋，但它的未来却不容乐观。这颗围绕参宿四运行的暗淡恒星似乎注定无法拥有漫长或平静的生命。
它的轨道刚好位于生锈丝膨胀的外层大气之外，这意味着它可能已经在穿过这颗垂死红超巨星的延伸大气，而这是一片危险区域。根据当前模型，生锈丝强大的潮汐力很可能正在拉扯这颗较小的恒星，缓慢地将它向自身拖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引力拖拽可能导致希沃哈的轨道发生衰减。事实上，天文学家估算，在未来1万年内，希沃哈可能会完全螺旋式坠入生锈丝。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两颗恒星将在生锈丝以超新星爆发的形式终结生命之前合并。除了破解关于生锈丝的长期谜题，这一发现还为我们理解红超巨星开启了新的篇章。如果生锈丝的异常行为都能通过隐藏伴星的影响来解释，那么一个更宏大的问题便随之产生：其他红超巨星是否也隐藏着伙伴？比如星宿2，它是天蝎座中另一颗与生锈丝类似的大质量红超巨星。其亮度长期存在波动，科学家一直难以解释原因。既然生锈4被证实很可能是一个双星系统，那么星宿2或许会成为寻找隐身伴星的主要候选对象。这一发现可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将改变天文学家研究老年恒星的方式，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恒星伴星是否在悄然影响着银河系中那些巨星的生命历程与最终命运。